相信大家都知道，阿凡达是一部将近80%都使用动画技术合成的电影。阿凡达水之道更是几乎完全看不到任何的实景画面。但你真的知道阿凡达做了哪些技术创新，不仅改变了整个好莱坞的拍片模式，甚至还影响了后续10年娱乐产业的发展吗？今天的电影知识局就让我们来简单聊聊詹姆斯·卡麦隆在阿凡达中首创先河的动态捕捉以及虚拟制片技术。在进入今天影片前，也可以先去看看我们这些所做的真 3D 是如何拍出来的，以及阿凡达和阿凡达水之道深度解析哦。有看过之前的阿凡达深度解析，应该都知道卡麦隆为了打造出令人信服的潘朵拉星球生态，不仅花费了整整5年时间，集结业内顶尖艺术家、生物学家和植物学家，基于真实的生物力学设计出长达350页的潘朵拉生物百科大全，更请来语言学家为纳美人编撰出一门全新的语言。可以说他不只在拍一部电影，而是先创造了一个活生生的星球后，再用镜头截取想呈现给观众看到的部分。除了肉眼可见的奇妙生态和生物习性外，卡麦隆更是为了拍摄阿凡达，在观众看不到的幕后研发出了许多现在看起来习以为常，当年却足以称得上是黑科技的视觉与特效技术。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动态捕捉技术。这项技术并不是卡麦隆发明的，早在1990年魔鬼总动员的一场 X 光戏就已经初步使用了这项技术。游戏厂商任天堂也在1992年发布会上做出能与现场观众互动的马里欧头像。随后的最终幻想梦境实录、骇客任务、北极特快车、贝武夫等影视作品也都有应用这项技术。但当时的动态捕捉技术大多还停留在截取数据后，再用程式模拟脸部表情与动作做出 3D 模型，并没有办法真正意义上的实时捕捉演员的演出。直到2001年的魔戒，咕噜的问世不只完美诠释了演员安迪·瑟克斯的精湛演技，更是让全世界看到动态捕捉新的可能性。而创造出这项技术革新的，除了深度解析提到的由卡麦隆创立的 Digital Domain 外，另一大工程则是魔戒导演彼得·杰克森创立的维塔数位。阿凡达水之道的大多视觉特效正是由这间公司负责完成。而在2007年阿凡达开拍时，维塔更是克服了一台相机单一视角的局限性，并研发出了 FACS 系统，做出更加精细的面部绑定技术。除了常见的头戴式摄影机外，摄影棚上方还装有多个光学跟踪摄影机，用来追踪演员捕捉衣上的白点或圆球，记录人物运动轨迹，让虚拟人物做出同步的动作。在细节到位的前提下，最大程度不影响演员的演出。这才终于让阿凡达这个虚拟人物几乎占了片长80%的电影有了实现的可能性。但光是动态捕捉还不够，对需要大量特效的大片来说，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解决拍摄与后制上的落差。我们这边举个例子，大家应该都知道绿幕和蓝幕吧？最常见的作用就是让背景替换或合成其他的素材，在许多特效大片中都是最常规的拍摄手段。这个方法看似方便拍摄，只要拍完后交给后制处理就好，却有一个大问题，也就是画面需要等待后制加工后才能知道效果如何。如果效果不好或素材有问题，那就只能回头补拍。No God！ 所以我们才会常常看到漫威电影又要加拍或补拍的新闻。尽管漫威仰赖特效，但大多数演出还是演员的实拍画面。不过对阿凡达这种几乎全都是虚拟人物的电影来说，一个后期的问题就可能导致拍摄需要全部重来。为此，卡麦隆研发出了虚拟制作技术，完美解决了上述所说的前后期问题。因为原理很复杂，我们这边就简单的说明。这套系统在电脑程式中架构一个虚拟摄影机 VCam， 将动态捕捉到的虚拟人物和场景及时渲染到导演手中的萤幕，让卡麦隆能直接透过这个萤幕看到虚拟的世界，自由选择角度和位置，以达到理想的效果。再更简单一点来说，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是一群穿着捕捉衣的演员在道具上奔跑，在卡麦隆萤幕里看到的就是一群纳美人正在藤蔓上奔跑。怎么样，够黑科技了吧？说到这，你或许有个疑问，既然这个技术这么厉害，那漫威干嘛还傻傻的用绿幕拍摄呢？
原因就是要应用这套系统的先决条件是建构一个完整的数据库，也就是你要拍摄一个丛林戏，就必须要先模拟出一个完整的丛林。表面上我们看到阿凡达只花了几个月就拍摄完成，实际上光是要建构出这套虚拟的世界，他们就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准备。对每年都要上映至少4部电影还有影集要赶的漫威来说，这基本上就是不可能的任务。不过这不是今天的重点啦，详细的内容就让我们留到之后的漫威第4阶段回顾再好好聊聊吧。回到阿凡达，结合上一部解说 3D 的影片，会发现卡麦隆其实创造了2套完全不同的摄影系统，一套是模拟人眼实现原生 3D 的实景拍摄，一套则是通过动态捕捉结合虚拟环境的虚拟拍摄。如何让这2套系统互相搭配，才是卡麦隆为电影产业做出的最大贡献。为此，卡麦隆和团队研发出了 Simulcam 技术，将虚拟画面实时叠加进真实的画面。在杰克第一次画上阿凡达时，团队就使用了这个技术，分别用 3D 摄影机拍摄科学家，与虚拟摄影机拍摄杰克起身。透过 Simulcam 看到的就是虚拟和真实人物同时存在的画面。这些技术完全改变了特效电影的拍摄方式，让前期拍摄和后期处理无缝接轨。演员不用靠单纯想象演戏，而是可以直接看到效果如何。导演也可以直接修改镜位，不仅大幅提高效率和容错度，也让剪辑时调整画面成为可能。纵观这些技术，会发现最开始的发明者都不是卡麦隆，但他却是第一个勇于挑战将这些技术融会贯通，并将其成功整合运用到实际拍摄的导演。正如他决定制作《阿凡达》时的愿景，希望这部电影可以成为激励整体娱乐产业的作品，而他也确实做到了。没有《阿凡达》，可能就不会有现在的漫威宇宙；没有《阿凡达》，可能就不会有现在 3A 游戏中那些以假乱真的人物；没有《阿凡达》，IMAX 和 3D 可能也不会成为看电影的选项之一。时至今日，卡麦隆依旧力求突破。虽然不少人调侃水之道没有进步，反而还让格局变小了。剧情上来说或许如此吧，但从特效角度来讲，变小才是真正让人惊艳的地方。维塔在这10多年来不断改进面部以及动作特效技术，在星球崛起系列成功做出真实生物的毛发效果和皮肤纹理。艾丽塔战斗天使中使用了2个高清头部摄影机捕捉更多脸部细节，光是眼睛的细节就比当初的整个咕噜还要多啊！更在双子杀手中实现威尔史密斯与年轻自己的对手戏。这些技术上的累积与尝试，全都汇聚到了阿凡达水之道。像是预告中达蒂从树叶后现身的这个画面，就与第1集的这个画面有明显的差异。不仅眼睛的瞳孔精细了纤维状的色素，眼角膜的部分也做到了颜色渐变和光线的动态反射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如果阿凡达的人物现在看起来像是个电玩人物，那么水之道就已经达到近乎真人的程度。饰演奇丽的雪歌妮韦佛更是利用了双子杀手中的技术，成功从72岁毫无违和的降临到了14岁。不止如此，许多画面更可以看到阿凡达时少见的特写镜头，尤其是这个杰克抓紧缰绳的画面，更是在预告释出后引起许多特效团队的疯狂热议。这到底是实拍还是 CG 做出来的啊？国外媒体 Before and After 访问维塔的特效团队证实，这个画面其实并不是单纯的 CG 还是实拍，而是实拍结合 CG 后的结果。杰克的手部以及缰绳周遭都是真的水， CG 水则用于杰克做完动作后的其他部分。我知道这个答案可能会让对特效技术期待的朋友感到失望，不过这也表示卡麦隆已经成功将虚实统合，创造出了以虚拟辅助实拍的技术，让画面达到前所未有的真实感。因为没有东西会比真的还像真的了。这也是卡麦隆为何坚持让演员实际水中拍摄的主要原因。许多我们在大荧幕上看到的画面，都是演员真实表演与特效结合后的呈现。所以卡麦隆并不把自己的电影捕捉技术称为 motion capture， 而是 performance capture， 也就是表演捕捉。我们在看《阿凡达水之道》时，为何会如此沉浸其中？
并不只是因为强大的特效技术或绝美的画面，而是卡麦隆自始至终都明白的，技术只是辅助，真正重要的永远是角色间的真情互动与连结。这样对影视产业核心价值的尊重，与为了实现理想的追求和坚持，才是每个影视从业人员以及爱电影的我们所需要铭记于心的精神。那么今天的电影知识局就先到此告一个段落咯。其实关于阿凡达的技术还有非常多可以说的，像是以解剖学为基础研发的脸部建模系统，近乎真实流体运动的 Loki 仿真框架等等，但这些内容实在有些太过硬核了。对此有兴趣的朋友，我会把论文的相关连结放在资讯栏，可以去找来看看哦。如果喜欢这样的影视小知识影片，可以帮我留言新知识学到了，觉得不喜欢的朋友也可以留下你的看法哦。有其他想听的影视知识或对这部影片的想法，也都欢迎留言告诉我们。下部影片会先做《经济之国》第2季或漫威第4阶段的回顾，就让我们不见不散啦！如果你觉得我做的不错的话，请帮我按赞和订阅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之后的更新哦。电影不只是娱乐，也是各式人生的缩影，它来去之间总会有个画面令你驻足。欢迎各位爱电影、爱人生的朋友来与我们一同学习这门平凡且伟大的艺术。电影学，学电影，我们下回再见喽。